石坤全力一击的暗金光芒在灵动的古老大手攻击下迅速崩裂，显示出灵武学的惊人威力。石坤因此受到重创，面色苍白，喷血受伤，心中充满不甘和嫉妒，难以置信灵动掌握了如此强大的武学。灵动决心彻底解决石坤这个心狠手辣的敌人，避免未来更多麻烦。在石坤的惊恐中，灵动再次发动攻击，古老巨掌无视石坤的金色防护罩，最终将其击败，使其坠落地面，气息萎靡，原力崩溃。灵动以压倒性的实力击败了石坤，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恐惧，夺取了石坤手中的远古秘钥。这把钥匙对于灵动来说意义重大。石坤的同伴们在惊恐中将重伤昏迷的他救出，他们意识到魔岩王朝已经失去了与灵动抗衡的能力，他们的声望和地位在西北地域将会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灵动对逃走的魔岩王朝人马并未追击，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石坤一人身上，而石坤的重伤意味着他将长时间无法恢复，这无疑对魔岩王朝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随着魔岩王朝人马的离去，现场的气氛逐渐缓和，但所有人对灵动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敬畏。灵动的实力和手段已经证明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即便是出身低级王朝，他所拥有的能力和潜力也足以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你们还不滚！半空中，灵动的目光缓缓下移，望向了那王烈等人，淡淡的声音中并没有丝毫的客气。面对灵动的冷峻目光和不容置疑的声音，王烈等高级王朝的强者选择了沉默和服从，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对灵动力量的敬畏和对自身安全的担忧。灵动的威慑力不仅体现在他能轻易击败强敌，更在于他的一句话就能让其他王朝的强者感到恐慌和不安。这种力量的展现使得灵动在西北地域的声望和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的名声和实力已经成为了这片战场上不可忽视的存在。灵动冷眼观王烈等人匆匆逃窜，丹河周围静悄悄，围观者眼中充满敬畏。灵动无视他们，目光落在修炼台上，明白他们留下的原因。走吧，在这里修炼了2日，想来那些家伙都是逐渐的深入远古秘藏了，我们可得抓紧时间了。灵动偏头对着小妍笑了笑，道：随着实力的飞速提升，灵动已经具备了与顶尖强者一较高下的资格。他踏上寻找远古秘藏的征途，那将是一段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旅程。尽管丹河中蕴藏着丰富的涅槃之气，为修炼提供了绝佳的环境，但灵动清楚地意识到，远古秘藏深处隐藏的宝物远比丹河更加珍贵和强大。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灵动果断地放弃了这个修炼的宝地，转而投身于更为艰巨的任务之中，为小雕寻找传说中的生死转轮丹。小妍对灵动的决定从未有过异议，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选择。在灵动的带领之下，两人迅速离开了丹河，踏上了新的征程。不久之后，灵动察觉到丹河方向传来的原力波动和争吵声，他心中暗笑，知道那些强者终于开始为了修炼台的归属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了。与此同时，小雕的身影出现在灵动的身边，对灵动能够将大荒球天指修炼到如此境界表示惊讶。灵动解释说，大荒球天指的深奥之处在他突破至涅槃境后才得以领悟。小雕听后，对创造这门武学的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那位大荒帝必定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强者。灵动也觉得他从武学中得知了大荒帝的名字，虽然不确定这是一个称号还是个人的名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大荒帝在远古时期必然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大荒帝在那远古时期能以帝为名的人可不简单啊。小雕喃喃自语，旋即又是一笑，道：看来你这家伙运气倒是相当不错，灵武学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其创造者所遗留的冥冥灵性。这大荒帝来头不小，一丝灵性也足以撼天动地，想来这武学即便是放在灵武学这一范畴内都不算是寻常货色。灵武学作为武学中的瑰宝，其威力和价值根据创造者的修为和遗留的灵性强弱被分为上中下3等。大荒球天指这门由大荒帝所创造的灵武学无疑是高等之列，其创造者的实力和地位自然不容小觑。在与小雕的对话中，灵动表明了自己的决心，他计划深入远古秘藏的更深处，寻找传说中的生死转轮丹。他清楚地意识到，能够进入秘藏深处的寻宝者都是实力非凡之辈，魔岩王朝那样的势力在那里也只能算是普通水准。在这样的环境下争夺宝物，可见是一场多么艰巨的挑战。小雕听闻生死转轮丹之名，眼中也不由得闪过一抹火热。他提到，远古秘藏深处可能藏有远古宗派的传承，甚至可能发现天阶灵宝或更高等的灵武学。灵动对此同样心生向往，见识过大荒球天指的威力后，他对其他高级灵武学充满了渴望。在他们的交谈中，一行人的速度并未减缓，他们逐渐远离丹河，深入远古秘藏的腹地。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而兴奋的气氛，不断有人飞驰而过，脸上洋溢着期待和激动的神情。不时有关于宗派遗迹被发现的消息传来，引得众人争相前往探索。远古遗迹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们可能蕴含着失落的宗派传承。尽管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尚未得到证实，但大多数人仍愿意去一探究竟。
在他们的旅途中，林动亲眼目睹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悬空岛屿，岛屿上的宗派遗迹保存相对完整。在一座山峰上，他甚至能隐约辨认出古老的字体，似乎指向了一个名为阴谷派的远古宗派。众多寻宝者被宗派遗迹的消息吸引，纷纷涌向岛屿上空，希望能够从中获得宝贵的遗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遗迹中的真正宝物已经被搜寻一空，留下的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残余，导致许多人空手而归，场面显得有些滑稽。林动对这些低级别的遗迹并不感兴趣，他认为这些遗迹中不太可能藏有他所寻求的生死转轮丹。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当寻宝者们将遗迹翻了个底朝天，也未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岛上充斥着失望和愤怒的情绪。就在林动准备离开时，新的信息传来，引起了他的注意。一群人激动地交流着，他们谈论着西南方向新发现的一座完整的宗派遗迹。这座遗迹被能量罩所保护，显然内部藏有重要的东西。由于一些寻宝者的贪婪和实力的不对等，3名来自低级王朝的幸运者虽然获得了宗派印记，却陷入了困境，面临着被逼交出印记的危险。这3名寻宝者虽然有缘获得了宗派印记，但却似乎无力保护自己的收获。他们所在的王朝并不出名，这使得他们在强者如林的远古秘藏中显得尤为脆弱。一名涅槃境的高瘦男子对此嗤之以鼻，显然对这3人的实力并不看好，认为他们虽有缘，却无福享受这份天赐的机遇。林动一直在暗中关注着这一切，当他得知这3人来自大炎王朝时，他立刻意识到他们可能就是自己在雷岩谷分别的伙伴。毫不犹豫，林动迅速采取行动，出现在了一群正在讨论此事的人面前。他的强大原力和决绝态度立刻震慑住了这些人，迫使他们透露了宗派遗迹的位置。林动并未多言，得知所需信息后立刻动身前往救援。那些人被林动的实力所震惊，急忙询问他的来历，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得到一位强大盟友。林动的回答出乎他们的预料，他竟是来自他们眼中不起眼的大炎王朝。这个消息让他们感到震惊，不明白一个低级王朝怎会培养出如此强者。当林动离开后，其中一名男子终于认出了林动的身份，那个在丹河一战中击败了2元涅槃境石坤的林动。旁边几人面色也是一变，旋即眼神有些复杂。没想到那3个倒霉家伙身后还有着这么硬的后台，不过想要在那么多王朝的虎视眈眈下留下宗派印记，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啊。在一片充满空间裂缝的灰暗地带，林动和小妍如同闪电般穿梭，每一次闪烁都能瞬间到达视野的边缘。他们原本计划直接前往远古秘藏的深处，却因中途发生的意外变故改变了行程。林动重情重义，将莫林等3人视为挚友，得知他们遭遇困境，他毫不犹豫地决定伸出援手。与此同时，一则关于宗派遗迹的传闻在这片空间迅速传播开来。林动和小妍在赶往目的地的途中，注意到众多身影从各个方向汇聚而来，他们的目标显然与自己一致，那神秘的宗派遗迹。林动目睹这一切，心中暗自思量，这片空间中的王朝和强者们似乎都被这遗迹的消息所吸引，他们并非盲目追随，而是出于对遗迹独特之处的渴望。林动心中暗叹，这场遗迹的争夺无疑将变得复杂而棘手。那些完整的宗派遗迹通常都设有强大的防护机制，只有持有宗派印记的人才能够进入并获得其中的传承。宗派印记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无数人对其垂涎3尺。如果印记落入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强者手中，或许还能保持一定的稳定，但莫林3人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威慑力。他们来自的大炎王朝不过是一个低级王朝，这使得他们在这场争夺中处于劣势。手中的宗派印记不仅不能为他们带来预期的传承机遇，反而可能带来的是一场灾难。在这个由强者为尊的世界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莫林他们手中的宗派印记成为了他们无法承受之重。在众多王朝和遗迹强者的眼中，他们并不具备拥有这份宝贵印记的资格。面对这样的困境，莫林他们只有2个选择：交出宗派印记，或者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即便是天降的机遇，也可能在瞬间转变为灾难。林动深知这一点，他的嘴唇微微抿紧，然后突然抬头，目光穿透远方。在他的视线尽头，一座巨大的悬空岛屿映入眼帘，其规模远超他之前所见的任何岛屿。岛屿之上，能量波动隐约可感，显然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岛屿上空，人潮涌动，如同蝗虫般密集，各种声音汇聚成一片嘈杂，远远地扩散开来。所有的目光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岛屿的中心，那里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大殿。尽管大殿略显残破，但与其他废墟相比，它已经算是保存得相当完整了。大殿周围环绕着一圈淡淡的红光，仿佛是一层保护罩，使得大殿能够在岁月的侵蚀下依然屹立不倒。在这红光的笼罩之下，一块高耸的石碑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刻着古朴而沧桑的大字：乾云宗，联盟护法宗派之一。虽然在场的众人对于这远古秘藏的历史知之甚少，但从石碑上的字迹，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宗派曾经的不凡。这里必然隐藏着真正的宗派传承，如果能够得到，无疑将使人在远古战场上脱颖而出。
更有甚者，他们或许能够从中获得那令人垂涎的灵武学，这将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宗派印符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三道身影，莫林、杜云和蛮山，他们手中握有的印符如同炙热的宝藏，吸引着无数贪婪的目光。然而这些目光在转向三人时，却带上了一丝讥讽和幸灾乐祸。在众多强者的环视下，莫林三人宛如待宰的羔羊一样，无力反抗。原本因为得到印符而产生的兴奋，在众多强大王朝和强者的觊觎下，瞬间化为乌有。莫林三人未曾预料到，他们的到来会意外触发宗派遗迹的现实，从而引来这场灾难。他们心中的狂喜，被强者眼中的戏谑和嘲讽所取代，如同针扎般刺痛。在这种绝望的局面下，莫林三人心中清楚，他们的实力在这些强者面前微不足道。他们讨论着对策，最终得出了一个艰难的结论：若无法保住印符，那么保全性命才是最为重要的。就在他们准备放弃印符，以求自保之际，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四大高级王朝的首领原本准备接手印符，却因为灵动的突然出现而被迫停下了动作。灵动的到来如同一股清流，打破了原有的僵局。当灵动的声音在半空中响起，当他们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时，莫林三人的心中涌现出了狂喜与激动。灵动的出现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一圈圈涟漪。众人的目光无不聚焦于这位敢于挑战四大高级王朝权威的人物。莫林三人的心情复杂，他们既为灵动的到来感到激动，又担心他因此陷入危险。他们知道，灵动虽然实力不凡，但面对四大高级王朝的联手，胜算仍然渺茫。他们的焦虑如同一团乌云，笼罩在心头。灵动，不要以为魔岩王朝奈何你不得，你就真以为自己斤两足够？这里的事不是你能够插手的，现在立刻退开，我等还能既往不咎。青衣男子的询问以及其他高级王朝首领的冷嘲热讽，都显示出他们对灵动的轻视。灵动的平静回应却透露出他的坚定与自信。他不为所动，只是淡淡的陈述自己的观点，认为宗派印符应由有缘者得知，而不是被强行掠夺。灵动的话语让四大高级王朝的首领面色微变，他们意识到灵动并非一语之辈，而那冷笑之人的愤怒更是暴露了他们内心的不安。灵动的平静与自信与他们的张狂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在气氛越发紧张之际，莫林的焦急声音打破了僵局。他们不愿因为自己的私事让灵动陷入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愿意放弃宗派印符，只为保全灵动的安全。嘿，还是你这三位朋友识相，交出宗派印符，早点滚蛋吧！大森王朝的首领秦森，一位站在一元涅槃顶峰的强者，冷笑着对莫林三人发出了嘲讽和威胁，要求他们交出宝贵的宗派印符。其他三大高级王朝的首领虽然沉默不语，但他们闪烁的目光透露出内心的算计。他们已经听闻灵动打败石坤的消息，虽然心中有所怀疑，却不愿轻易放弃对宗派印符的争夺。他们选择观望，让秦森成为试探灵动实力的先锋。灵动以一种轻松的姿态接过宗派印符，面对秦森的挑衅，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畏惧，相反，他以一种戏谑的态度回应秦森的威胁，表明了自己不会轻易交出印符的。秦森的面色因灵动的态度而变得阴沉，他的眼中闪烁着杀意。莫林三人心中紧张，但他们也明白此刻已无退路，只能选择信任灵动。秦森不再多言，他的身形猛然发动，如同猛兽般扑向灵动。他将一元涅槃境的实力发挥到极致，一拳轰出，元力凝聚成一只雄狮，向灵动发起猛烈的攻击。同时，他的另一只手迅速伸出，试图夺取宗派印符。秦森的计划看似完美，他认为自己的攻击足以震慑灵动，从而轻松取得胜利。但是他忽略了灵动的实力和成长。在这短短几天内，灵动的实力已有了质的飞跃，秦森的情报已经过时。面对秦森这位一元涅槃顶峰强者的全力一击，灵动只是轻描淡写的伸出手掌，便轻易捏碎了秦森凝聚的元力雄狮。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他们目睹了一个新兴强者的崛起。灵动的行动不仅迅速而准确，更透露出他对秦森的不屑一顾。随着一声清脆的巴掌声，秦森被灵动扇飞，鲜血和牙齿随之飞溅。这位一元涅槃强者在众目睽睽之下，狼狈不堪地落在岛屿之上。这一幕无疑给了所有人一个强烈的信号，灵动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莫林三人目睹这一切，心中的震动无法言表。他们与灵动分别仅仅2-3月，但灵动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达到了一个令他们仰望的地步。而青衣男子三人也是面色复杂，他们终于意识到，之前得到的关于灵动打败石坤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灵动站在半空中，目光扫过青衣男子三人，他们在他的注视下不得不屈服，周围的人群也被这一幕所震撼。他们意识到，灵动不仅打败了石坤，甚至可能已经超越了在场所有人的想象。就在灵动准备接过宗派印符，结束这场对决时，他的目光突然转向了宗派大殿后方的山峰。在那里，数道身影正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这一幕。灵动的目光在这些身影上停留，
最终停留在一道熟悉的倩影上，那是穆红玲曾在雷岩谷遇见过的红裙女子。